站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，如果今天我们去买新山的话，它是机会还是陷阱？哎，人家深圳都用了40年呢。不过我们不需要打到深圳啊，我们深圳的一半也好啊，20年好不好？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.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. Your future's at the door. Give it all you got. No hesitating.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莉，今天带你来看楼了。没有啦，今天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。这2年呢，相信大家如果时常看 YouTube 的话，一定会刷到这一个话题，就是新山会不会是下一个深圳？现在不买，以后就买不起啦。新币换 Ringgit， 哇，太划算了，买房买到笑哈哈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？新山这2年呢，确实是很热。但老实说，我一直都在专注于吉隆坡的项目。但你知道吗？过去这1年，越来越多的客户在吉隆坡考察房子的时候，都会问我一句：艾莉，新山你怎么看呢？特别是一些从国外飞回来的人，本来是冲着吉隆坡来的，看完项目之后都会说：反正都来了，不如就看一下新山吧。所以我就决定亲自的再跑新山一趟。那其实呢，在这1年里面，我已经是第N 次跑新山了，而每一次来呢，感觉都不一样。1年前的新山看起来就像是一张还没开工的蓝图，但这一次我看到的是建案工地在动工，到处都是工人进进出出，到处都是工地，有新的商场，有连锁品牌、办公楼等等，也就开始布局。某些区域已经有人搬进去住，生活气氛开始起来了。真的有一种感觉呢，就是这个城市在动起来了。我有一个客户，本来是想看吉隆坡房子的，目标是买来投资、放租等等。结果一转场到新山，看了几天，顾客跟我说了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话。他说呢，吉隆坡的房子确实是很优质，又保值，租金回报率又好。不过呢，以我现在的预算了，我想要去新山，因为那边我可以预计改天有一个涨幅，非常大的涨幅，我想要去新山赌一赌。于是最后他在新山订了一套靠近地铁和商场的楼盘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，新山这盘棋现在是下到哪里了？我们先快速认清楚新山在哪里，它是不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城市？那简单讲，新山 Johor Bahru 就是马来西亚的南大门，从新加坡开车过去，只需要5分钟就跨一个桥，就能从一个高消费、高房价、高压力的国家来到马币区，房价1/3，生活节奏慢很多的新山。但新山真正有潜力的，不只是便宜这2个字。而是整个大柔佛州正在做一个很大的转型，官方的计划呢就叫柔佛经济蓝图2030，目标是把新山发展成一个有产业、有高铁、有国际企业进来的经济特区。那么接下来你会看得越来越多跨境合作项目，比如 RTS 地铁、特区规划、医疗、教育、科技、制造业的外资进入、港口物流、交通枢纽的整合。说的再简单一点的话，这不是单靠买房、炒房的人把新山捧红，而是马新2国政府呢都想把这个区域做成一个超级走廊。以我们这几年接触的客户来说，是主要呢分成几个类型的。第一是在新加坡工作，但是不想住在新加坡的中产，他们每天上下班通勤，只要搭巴士或者是为了搭 RTS， 就能享受赚新币、房贷是马币的这个双重好处，房价、生活成本都便宜很多。或者是外地人，包括吉隆坡的或者是海外的华人，他们认为新山是一个早期的投资区，房价现在是属于很基本，就是一开始起跳的价格，它又靠近新加坡，有可能会涨，就想要先抢先布局这样子。或者是马来西亚本地想要自住或者是换屋的人，那么这一类人的话，他看重的是生活机能、学校、社区氛围，能不能住得舒服，而不是单单投资。那么这些房子到底有没有人住的？答案就是因区而异。什么叫因区而异？是看地点，有一些地方很热闹，就好像靠近新山关卡的 Austin、Moreland、Medini 这些区域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已经有大型的商场、国际学校、医院等等的资源已经进来了。那我们呢，就时常跟客户说的是，
你如果今天想要买的是新山，那不是闭着眼睛买的，因为呢，一定要搞懂的东西就是每一区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密度，越是热门的地方就代表风险低，但是呢，它涨幅可能有限。那么越是冷的区域呢，它有可能是机会，也有可能是陷阱。现在我们看新山呢，来来去去离不开这几个词的，就是新柔地铁、伊斯干达特区，还有马新合作。那么听起来哇，好像有很大的动作要来了。那么买家通常会问的就是，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动，还是画大饼？也有一些人呢，就是特地从国外飞过来新山这边看一看，亲眼看一看的。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结论，是真的，它是真的在动。新柔地铁呢 ，RTS Link 已经正式动工，目前工程已经可以看到实体结构在搭建，包括车站的地基、接轨的桥梁已经看见了。那么我们可以预计是2027年通车。一旦通车的话，新山到新加坡只需要5分钟就跨国工作了。那么接下来伊斯干达区这个概念呢，最早提出于2006年，经过多年的政策推动，现在重点在教育、医疗、绿色产业还有科技园区等等的。我自己的了解呢，就是有7家或者是8家的国际学校已经在伊斯干达区了。接下来马新合作，我们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呢，近期都在能源、电动车、金融服务等等的领域签署了多项协议，也不断的重申要打造新柔经济特区 （Special Economic Zone） 相关的政策，还有通关便利啊、税务优化啊，目标就是要让新山成为新加坡的卫星城市。那我们也看一下数据。根据新马跨境运输报告，每天大约有35万人跨境往返工作、求学、送货，其中至少15万人是住在新山、工作在新加坡的通勤者。这个人流呢，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居住需求基础。但是未来5年的话，新山预计会新增1万或者是1万5的小型单位，而且多数都集中在 CIQ 这里。那么单位面积的话是450到650平方尺，高密度的开发，短期投资为导向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问题，就未来的话，大家会不会聚居在 CIQ 的附近，又或者这一边大部分的房子拿去做 Airbnb 的话，会不会供过于求？那么如果它在这个地方、这个地段它建得太密集，对吧？太多的单位，那房子呢也都一样户型那么这一边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价格战，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样。当我们没有东西去做一个区分的时候，就是来到价格的时候了。那么来到这一边，也有很多人说，新山就等于深圳啊，未来的深圳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喜欢把新山比作深圳，但是我们要讲得更清楚一些，深圳用了多少年来成为今天？1980年设为经济特区，前5年是基建期，1990年开始吸引港台制造业还有劳动力迁入，真正爆发期是2000年以后，科技、人才还有政策全面对接，成为一线城市，总共用了40年才有今天的深圳。而新山呢，我觉得它现在还在一个很初期的阶段。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想问我一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艾莉，到底新山能不能买啊？能不能投资？我的回复是可以的，关键是在于你更看重的是租金回报，还是资产保值增值。在新马合作持续的推进下，新山还是具备中长期的潜力，尤其是适合以收租为主、转售为辅的投资策略。那如果你是稳健型的投资人，以保值或增值为首选的话，新山或许就不是你今天的首选，那我就会建议你优先考虑吉隆坡和新成熟地段。目前在新山看见的多数项目都是以小户型为主，可能因为开发商的销售不会有压力，那么希望政府可以限制一下这种密集小户的开发，提高有品质、适合中长期居住的住宅开发。好了，在这里呢就总结一下个人的看法，就个人认为新山的机会，
它就不是快钱，不是说啊我今天放了钱在这里2-3年的时间，对吧？我就马上有收成，而是我们要跟时间做朋友，因为我们需要等待的是新山的交通基建成熟，还有两国的政策，就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两国的政策。再来就是需要有更好的基础人口来支撑我们的房地产，而这些刚刚所讲的交通政策还有人口呢，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发展的。投资呢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进可攻，退可守。那么新山这个房市场呢，它是可以布局的一个市场，但是呢，绝不能盲目的跟风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今天正在考虑或想要投资在房地产的话，欢迎联系我的这个电话号码。在结束之前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最少是一个10年的布局吧，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才刚刚开发，对吧？人家刚刚开盘的也要5年的时间来建造，5年的时间来建造，第6年人家装修搬进来，然后装修搬进来，然后开始在附近消费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个产业生态这样子了。所以等它成熟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7年或8年的时间了。这样子咯。我讲完了。